最近 AI 数据中心的新闻真是一条比一条大。英伟达在俄亥俄州锁定了土地、电力和数据中心建设资源 ，OpenAI 签下20年租约，首期规模就有4.25个 ITGW， 后面还有扩张空间。英伟达还直接向 SB Energy 投资了15亿美元，并为项目提供土地、电力和厂房建设相关的信用支持。消息出来以后，市场都在算一件事儿，这能带动多少 GPU 出货，能给英伟达增加多少收入，又能给产业链贡献多少业绩。但我看到这里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连英伟达和 OpenAI 这种级别的玩家做大型数据中心都要用股权、债权、长期租约和信用支持，把这么多资源拧在一起才能推动项目。那其他中小玩家要面对的资金压力只会更大。AI 算力这门生意已经不只是比芯片性能了，现在比的是谁更有能力组织资本。这就带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订单和需求真的这么强，为什么这些公司还在不停借钱、发债、融资？为什么手里握着巨额订单，账上的现金反而越来越紧？今天我们不比谁讲的故事更大，也不数谁的订单金额更高，就看3件事：钱什么时候收进来，钱什么时候花出去，中间的缺口又是谁在填？把这3笔账算清楚以后，再看到 AI 基础设施公司的订单公告，你就不会只盯着那个大数字，你会知道它是真的进入高增长，还是订单很多，现金跟不上，是在用自己的现金扩张，还是靠借债和增发往前顶，甚至已经出现越增长越缺钱的迹象。订单、收入、利润和现金听着像一回事儿，其实差得很远。先把俄亥俄州这个项目说简单一点。OpenAI 需要更多算力支撑后面的模型训练和业务扩张 ，SB Energy 负责土地和电力，把数据中心建起来。英伟达提供 GPU 和完整的 AI 系统，建设期需要的钱则通过投资、信用支持和其他金融工具解决。项目建好以后，再靠 OpenAI 的20年长约慢慢回收。这里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又来了一笔大订单，它说明 AI 产业已经过了买一批 GPU 就能开工的阶段。现在做算力生意，先要拿到土地和电力指标，机房要建，管线要铺，设备要买，这些钱都得提前垫，融资成本和客户合约也要先谈好。等项目开始运行，还要承担设备折旧和利用率波动的风险。所以现在拼的是谁能调动更长期的资金，谁能签下更稳定的客户，谁又能把建设和融资成本压下来。芯片性能当然重要，但它已经不是全部。很多人看到100亿美元的大订单，会下意识觉得这笔钱已经赚到手了，股价就应该马上反应，没那么快。假设一家算力公司签了一份100亿美元的长期服务合约，这100亿通常不会今年一次到账，它可能分到未来10年，按建设进度交付，再按客户的实际使用量收费。合约里可能有最低付款承诺，也可能只是框架合作，约束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所以合同金额要变成公司真正拿到的钱，中间至少要过几道关。先看收入确认，公司今年能确认多少收入，取决于交付进度、服务周期和会计规则。合同写着100亿，不等于今年就有100亿营收。很多长期服务合约都要按年确认，100亿的合同今年能进营收的可能还不到10亿。然后看钱什么时候到账。收入是账上的数字，现金是银行账户里的钱，客户是提前付款还是交付后再结算，账期是1个月、3个月还是半年，这些差别会直接反映在经营现金流上。有些公司营收涨得很快，应收账款涨得更快，说白了，服务已经交了，收入也记上了，但客户的钱还没回来，公司看上去赚了，手里却未必有现金。再往下看自由现金流，公司把日常经营的钱收回来以后，还要继续买设备、建机房、扩产，经营现金流减掉资本开支，剩下的才是可以用来还债、回购、分红或者投向新业务的现金。很多人看财报，先看营收增速，再看净利润，看到2个数字都在涨，就觉得增长没问题。但我更愿意继续往下看自由现金流，因为一家公司增长的扎不扎实，最后还是要落到现金上。营收连续增长5成，股价也涨了几倍，可1个周期下来，自由现金流一直是负的。行业一旦慢下来，这类公司的压力往往会很快反映到股价上。为什么 AI 数据中心越扩张，现金反而越容易紧？问题就在时间差。这门生意要先买 GPU、网络设备和电力系统，机房要先建，并网要先做，工程款、设备款和前期费用也要先付，等这些都完成，客户才能上线。
客户开始使用以后，公司还要再等一个结算周期，钱才会回来。大额支出集中在最前面的1-2年，现金回收却要拉到后面很多年。它不像开门店，门店装修完第2天开门就能收钱。数据中心更像先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修一座跨海大桥，桥修好以后再靠过路费一年一年收回成本，回收周期很长，前期该花的钱却1分都少不了。看 AI 基建公司的财报，有3个词一定要弄懂，一个是资本开支，也就是 CapEx， 建数据中心、买 GPU、铺网络、装电力系统，花的都是真金白银。公司扩张得有多快，资本开支会直接告诉你，这个数字一旦出去，账上的现金就真的少了。还有折旧、GPU、服务器和机房设备不会一次全部计入成本，而是按使用年限分几年摊。折旧当期不一定再花现金，但它会不断压低账面利润。更麻烦的是 AI 芯片迭代很快，3-4年以后，现在的高端 GPU 可能已经落后，效率也不再占优势，设备真实贬值的速度有可能比会计账上的折旧更快。这部分成本很容易被低估，真正决定生意好不好做的是利用率，买回来的 GPU 和机柜到底有多少时间在为客户服务，产生收入。利用率高，固定成本就能摊薄，利用率一旦下去，收入会少，但折旧和利息不会跟着少。设备闲着，公司赚不到钱，折旧照提，利息照付，现金流恶化的会非常快。所以算力公司的风险不一定是没有订单，更常见的麻烦是订单在手里，但兑现太慢，资本开支和利息却1天都不会等。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小心，很多公司会用调整后的利润指标把现金压力藏起来。你看到的可能是 EBITDA 高速增长，调整后净利润也很好看，可底下的资金缺口还在扩大。不用把会计学得很复杂，看4组数字，基本就能判断一家公司是在用现金增长，还是在用债务维持增长。先看经营现金流，账面利润有没有真的变成现金？如果净利润年年增长，经营现金流却一直很弱，甚至长期为负，就要继续查。客户是不是付款越来越慢？应收账款是不是涨得很快？收入里有多少来自尚未收款的长期合约？利润会受到会计估计影响，收入也可能靠赊销堆起来。现金流没那么容易长期粉饰。一家公司如果赚到的都是账面利润，现金迟迟回不来，那它的增长质量就要打个问号。AI 行业扩张快，大客户又比较强势，账期拉长并不罕见，回款能力会直接决定公司能不能撑到利润真正兑现的那一天。接着看资本开支，公司每赚回1美元经营现金，要拿出多少去扩产？如果资本开支长期高于经营现金流，说明公司自己赚的钱还覆盖不了扩张，缺口只能从外面补，可以发债，也可以增发股票，还可以让客户预付定金、卖资产或者引入外部资本。行业快速增长时，适度融资抢市场没有问题。问题是这种扩张有没有超出公司自身现金流能承受的范围？如果造血跟不上，一旦融资环境收紧或者需求降温，资金链会先承压。不少成长公司最后出问题，不是因为完全没有需求，而是前面冲得太快，现金先用完了，再看自由现金流。算法很简单，就是经营现金流减掉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为负，不等于公司一定有问题。高速扩张阶段先投入后回收，这个逻辑说得通，关键是管理层能不能给出一条看得见的转正路径，比如项目要达到什么利用率，规模做到多大，大概什么时候能转正，投入的钱需要多久收回来。如果连续很多个季度都是负数，而且缺口越来越大，管理层又从不讲转正时间，也说不清回收周期，只能不停融资维持，那就要当心了。这种增长是资本堆出来的，还不是生意自己赚出来的。最后看债务和利息，别只盯总债务，利率是多少，什么时候到期，利息支出占利润多少，有没有资产抵押，客户是不是过度集中，这些都要一起看。如果债务越滚越大，利息越来越高，甚至要借新债去付旧债的利息，公司实际上已经被融资牵着走，利率一上行或者市场不愿意承担风险了，压力会很快放大。长期项目看上去有稳定收入，可建设成本一旦超支或者上线时间推迟，缺口还是要靠债务顶住。项目每晚1天上线，就多付1天利息，也多承担1天设备损耗。AI 行业变化又快，2-3年后的需求、价格和竞争会是什么样，没有人敢保证。把这几组数字放到产业链里看，你会发现同样被叫做 AI 受益股，承担的风险完全不同，估值方法当然也不能一套用到底。先看上游芯片供应商，比如英伟达，
这类公司的重点不只是自己的资本开支，更要看下游客户有没有能力继续买， GPU 需求是不是真的落地，客户手里的现金够不够，应收账款有没有异常增加，库存健不健康，毛利率能不能维持，下游会不会削减资本开支。芯片厂商站在产业链上游，拿走了不少利润，也有定价权，但需求最后还是来自客户的扩张。如果客户现金流出了问题，采购自然会慢下来。再好的芯片，客户口袋里没钱也买不动。再看算力租赁商，也就是常说的算力运营商，这类公司的现金压力最集中，市场波动通常也更大。他们要先花大价钱买 GPU 建机房，然后把算力租出去，收入再慢慢收回来。分析这类公司要盯 GPU 实际利用率，每张 GPU 能带来多少收入，客户集中度，资本开支节奏，债务规模，融资成本，自由现金流，还有设备实际折旧是不是比预期更快。算力租赁商在行业景气时，利润和股价弹性可能很大，但它夹在上下游中间，上游芯片厂商有定价权，下游大客户有议价权，它既要承担设备贬值，也要面对需求波动，身上还背着利息。景气好的时候涨得快，风向一变，压力也来得快。再往下是数据中心和能源基础设施公司，比如 SB Energy 这一类，他们做的是更重资产的生意，要建机房、供电，还要持有和运营数据中心。这里要看的是电力有没有真正落实，长期合约里有没有硬性的最低付款义务，建设成本会不会超支，并网和上线会不会推迟，融资成本高不高，以及项目什么时候能开始产生现金。这类项目回收期更长，对利率和工程进度也更敏感。长期合约看起来稳定，不代表过程里没有风险，建设慢了，成本高了，融资贵了，原本算得过来的项目也可能很多年回不了本。所以同样搭上 AI 这条线，有的公司卖芯片，有的租算力，有的建机房，还有的供电，他们的赚钱方式、现金流结构和风险都不一样。只因为都叫 AI 概念股，就用同一套标准去估值，很容易看错。以后再碰到 AI 大订单，我建议你先问几个很具体的问题：这份订单到底签没签？它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合约，还是合作意向、框架协议或者远期规划？有些公告写着100亿合作，点进去却没有明确金额和交付时间，这样的订单兑现概率当然要打折。对应的收入什么时候确认今年就能进入营收，还是要分3年、5年甚至10年。如果把未来10年的订单全算成今年的业绩，本质上是在提前为很远的预期付钱。客户又会在什么时候付款？是预付定金还是交付后结算？账期有多长？对长期服务合约来说，付款节奏往往比收入确认更重要。为了交付订单，公司要先投入多少资本开支？订单带来收入之前，可能要先买设备、建机房。如果前期投入远高于短期回款，订单越多，资金压力反而可能越大。还要做一个压力测试，如果实际利用率只有预期的一半，公司还能不能覆盖利息和折旧？很多盈利预测都假设设备接近满负荷运行，现实里技术迭代、竞争和需求变化都可能把利用率拉下来。如果利用率稍微一降，固定成本就扛不住，这种增长会很脆弱。几组常见的财务信号也可以放在一起看，订单增长，经营现金流也同步增长，扩张相对健康，订单在涨，应收账款却涨得更快，要留意回款。订单很多，资本开支跑得更快，说明还在高投入阶段，后面要看回收效率。如果 EBITDA 一直增长，自由现金流却持续为负，利润和现金已经脱节，订单增加的同时债务快速上升，这是杠杆扩张，对利率会更敏感。公司一边讲订单，一边不停增发，股东持有的权益也在被稀释。股价上涨不代表每股内在价值同样增加。如果你已经持有 AI 基建相关股票，后面别只看新签了多少订单，也别只盯营收增速。我会持续跟踪自由现金流有没有改善，债务和利息有没有失控，设备利用率是否达到管理层之前的预期，客户集中度有没有下降。订单只能告诉你未来可能有多少生意，现金流才决定公司能走多远。如果你正准备追高这类股票，最好先看看几个条件：估值是不是已经回到自己能接受的区间，现金流有没有停止恶化甚至开始改善，管理层有没有讲清楚资本开支怎么收回自由现金流，大概什么时候转正。这些都看不清的时候，大订单更像情绪燃料，不等于投资回报已经落袋。如
如果你长期看好 AI， 也可以接受产业链公司短期自由现金流为负。行业扩张期先投入后回收，本来就很常见，但有几种情况我会格外谨慎。管理层一直讲未来，却不肯给现金流转正的大致时间。公司自身造血很弱，只能靠增发和借债继续运转。每次沟通都只讲订单和市场空间，很少谈资金回收效率。项目上线还一次次往后推。长期持有不是闭着眼睛一直拿，你得知道自己拿的是一家最终能赚到现金的公司，还是一家擅长融资但迟迟不能自我造血的公司。这一轮 AI 数据中心扩张，需求可能很强，订单也可能很多，但订单多不代表钱已经赚到，收入增长也不代表现金流健康。真正决定扩张能不能继续的是设备利用率、资本开支效率、债务成本以及收款速度。以后再看到千亿订单、超大型数据中心这类消息，先别急着跟着情绪走，先问一句，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到公司账上？很多人觉得 AI 基建需求很确定，增长也很确定，但产业浪潮里不少公司最后倒下，并不是因为完全没有需求，而是现金先断了。需求能不能兑现很重要，公司能不能撑到那一天同样重要。你觉得现在市场给 AI 基建股的定价反映的是实际落地进度，还是已经提前算进了未来好几年的订单？欢迎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下一支影片我们就把这套方法用到英伟达财报上，重点看数据中心业务收入、毛利率、应收账款和资本开支。英伟达还能卖多少 GPU？ 当然要看。但更直接的问题是，下游客户还有没有能力继续买单？如果不想错过后面的财报拆解，可以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继续用常识和财务逻辑去看美股公司到底有没有把增长变成现金。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讲的只是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投资、金融或其他专业建议。投资有风险，请结合自己的情况理性判断，必要时咨询专业人士。